乌军空袭过于恐怖，俄国防部大楼紧急加装防空系统。乌俄最新战报，普京再定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期限，库拉霍沃的水库大坝被破坏。特朗普于2025年1月20日就职，计划1月21日让乌俄谈判结束战争。英法呼吁美国解除风暴阴影导弹限制，拜登试图说服特朗普和国会继续援助乌克兰。精彩资讯即将开始。由于近期乌军频繁的空袭，导致莫斯科正在紧急安装更多的防空系统来保护军火库、能源设施等高价值目标。甚至据卫星图像显示，似乎就连俄国防部的大楼都被安排了一套铠甲防空系统在楼顶守护。不过，考虑到乌俄前线其多次被乌军摧毁的战绩，这款造价数千万美元的防空系统能否保护俄军高官们的性命，需要打上一个问号。与此同时，据乌克兰情报总局发布的声明称，10日深夜，俄航空兵第343作战中心遭到其部队袭击，随后隶属该中心俄第92中队的一架米24直升机被摧毁，燃起大火，并使周围其他军事设施受损严重。针对近期乌军无人机、游击队、特种部队频繁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事情，泽连斯基讲话表示，俄罗斯的军事设施越来越成为乌军士兵们可触及的范围。俄军军火库、机场以及其军工综合体企业将不再安全。可以说，俄军的这些目标对如今的乌军而言唾手可及。前线方向，普京再定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的期限，库拉霍沃的水库大坝被破坏。库尔斯克前线，泽连斯基11日表示，乌军正在努力抵挡5万俄朝联军的进攻，双方展开了多次战斗。在新伊瓦尼夫卡方向，11日，乌军第47旅出动2辆 M2 布雷德利搭载士兵突袭了俄军阵地。过程中，俄军试图以榴弹发射器和 FPV 无人机进行阻止，结果被乌军装甲车灵活走位躲了过去。之后，在乌军士兵的配合下，完成了对俄军阵地的突袭。这场战斗不仅体现了乌军操作技术的高超，也反映出美式装备的性能质量要高出俄军一大截。在波格列布基西部4公里处，乌军第95旅重创俄军第810旅，摧毁其10多辆装甲车，清除了30名俄军士兵。此外，乌军其他旅也有所收获，如乌军第129国土防御旅成功阻止了俄军强渡普谢尔河的企图，又或是乌军第125独立突击营仅一天就与俄军发生了5次阵地战，并将其打退。值得注意的是，据《每日电讯报》的消息称，普京下令要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也就是1月20日之前重新控制库尔斯克地区，甚至克里姆林宫还希望发动一次大反攻，将战线推进到苏梅地区。大家说，此次俄罗斯能实现承诺吗？另外，库尔斯克奥尔戈夫卡村的民众爆发了抗议活动，要求俄方承认战争发生的事实，并质问为何没有组织大规模疏散。甚至有消息称，当地人还呼吁严惩库尔斯克的俄军将领。随后，当地管理局的代表阿纳托利·德罗根出面回应，要求民众结束抗议，并前往公共接待区集体投诉，但遭到了拒绝。接下来，库尔斯克的局势如何，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红军村方向，乌俄双方互有攻守，战斗也越发焦灼。尤其是谢里杜河方向，11日，俄军发起了新一轮的机械化进攻。乌军第68旅在其北部用反坦克地雷和海马斯导弹进行阻击。在打退俄军数次进攻后，乌军还发起反击，打掉了俄军后方的一个据点。乌军第35旅也在前线伏击俄军，并动用了集束弹药。如俄军第76突击师的伞兵部队就遭到了精准打击，多辆 BMD-4步兵战车被击毁在战场。此外，有消息称乌军无人机疑似在这里击毙了一个朝鲜兵，目前该消息有待验证。值得注意的是，顿涅茨克州库拉霍沃的水库大坝遭到了破坏。基辅独立报援引顿涅茨克州州长瓦迪姆·菲拉什金的报告称，俄军在11日破坏了顿涅茨克州库拉霍沃水库的蓄水坝。该大坝位于沃夫恰河上特尔尼夫斯卡村附近。袭击发生后，大坝的西部和西南部发生洪水。瓦迪姆州长称，截止当地时间下午4点，附近的河流水位上升了1.2米。虽然暂无房屋被淹，但他表示洪水可能会影响顿涅茨克和蒂涅博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沃夫恰河沿岸的定居点。而且据库拉霍沃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罗曼·帕敦称，由于俄军不断的袭击，现在仍无法检查大坝的破坏程度。
对于该事件，俄方没有承认，亲俄罗斯的频道甚至反过来指责是乌军所为。但事实就是事实，这已经不是俄军第一次破坏关键水坝了。2023年6月，俄军摧毁了乌克兰赫尔松州的卡霍夫卡大坝，在乌南引发了大规模洪水，又或是俄军在对乌克兰的空袭中破坏了基辅和扎波罗热的大坝和临近的水电站。可见，为了破坏乌军的陆地交通线，俄军多少有些不择手段了。接下来乌军会如何回应？让我们拭目以待。在乌南战场，乌军在涅斯捷良卡成功反击，收复了部分失地。在马里乌波尔，乌军连续袭击了俄军防空基地。据战报披露，乌军的袭击虽然触发了俄军的防空系统，但俄军基地内目标仍被击中，造成不小的破坏。马里乌波尔的市长顾问彼得罗·安德留先科通报了此事。他表示，俄军基地内至少传出4起爆炸声，基地内的机场区域还发生了大火。截至目前，尚不清楚乌军动用的是无人机还是远程导弹，但初步估计，俄军至少有一套防空系统被击中摧毁，俄军基地内的武器仓库可能也遭受损失，被点燃烧毁。总之，俄军接二连三的前线基地被摧毁，必将给乌东战场带来新的变化，甚至乌军接下来的反击也将更加轻松。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他的24小时结束乌俄战争计划将要实施。其发言人莱维特向媒体表示，特朗普计划在上任第一天就让乌克兰和俄罗斯坐到谈判桌上结束这场战争，也就是特朗普于2025年1月20日就职，最晚1月21日就让乌俄谈判结束战争。但从这一周乌克兰、俄罗斯、欧盟的各方表态来看，特朗普计划几乎不可能实现。首先是乌克兰，不必多说，明确拒绝了割地投降。其次的俄罗斯则只接受有利条件，而且俄方认为特朗普言行举止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多竞选期间所发表的承诺不一定能兑现。最后，欧洲方面由于牵扯到贸易、国防等因素，也不愿意接受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计划，并已经开始了行动。如在最新对乌援助中，欧洲各国均加大了支持力度。11月11日，《泰晤士报》援引波兰总理图斯克的声明称，波兰计划在欧洲建立一个支持乌克兰的联盟，从而使援助更加高效。报道称，该联盟成员可能包括英国、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英国方面，11月11日，英国国防参谋长托尼·拉达金上将表示，俄罗斯永远不会征服乌克兰。其财政部首席秘书达伦·琼斯则称，特朗普胜选后，英国立场并没有改变，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每年数十亿英镑的支持，并根据承诺向乌军提供军事援助。法国方面，其外长让诺埃尔·巴罗特更是直接表态，乌克兰的盟友不应该预判下一届美国政府将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而是继续团结支持乌克兰。其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努也强调，欧洲必须确保国防安全，而不是依靠美国。可见法国的态度很明确，不要管特朗普如何行动，欧洲只要团结一心就可以了。此外，英法两国还正在积极呼吁美国解除乌克兰的远程武器使用限制。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马克龙正试图说服拜登在特朗普就职前允许乌军向俄罗斯深处发射风暴阴影导弹，而且法国已经先斩后奏，表示向乌克兰提供了新一批的斯卡普1系巡航导弹。11月11日，丹麦也与乌克兰签署协议，援助乌克兰5.35亿欧元的资金来购买武器弹药。据悉，该笔资金来自丹麦、瑞典以及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利息。爱沙尼亚也宣布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援助计划。据基辅独立报报道，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汉诺·佩夫库尔在11日访问基辅期间签署了一项新的军事援助计划，将向乌克兰提供服装和小型武器。他还重申了爱沙尼亚对乌克兰防御的承诺，即将其 GDP 的0.25%用于对乌的军事支持。目前来看，除了匈牙利、斯洛伐克、土耳其对特朗普24小时结束乌俄战争计划表示欢迎外，其他欧洲国家均持反对态度。至于欧盟方面，11月11日，其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表示，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10年安全协议仍然有效。而且博雷利还宣布称，在整个2024年，欧盟已向乌克兰交付了98万枚炮弹，实现了最初援乌100万枚炮弹的承诺。此外，据他预计，由于欧盟双边协议和捷克主导的火炮倡议，到今年年底，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弹药总量将超过150万发。当然，特朗普的24小时结束乌俄战争计划其实还有一些阻力因素，那就是美国自己。11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正试图说服特朗普和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不然欧洲会变得不稳定。同时，拜登此前还解除了军事承包商前往乌克兰的限制，向乌克兰提供 AGM-88E 导弹，打击俄雷达。
甚至还计划向乌克兰发送剩余的60亿美元援助。综上所述，特朗普在2025年1月21日结束乌俄战争，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报市长李成俊于11月12日对外宣称，朝鲜已连续5天在西部海域韩朝边境地区对韩国的 GPS 信号进行干扰攻击。据韩国军方表示，这并非朝鲜首次使用此类攻击，早在今年5月底和6月初，朝鲜也曾一连5天在西海北方界限一带干扰韩国 GPS 信号。此外，经数据监测对比发现，先前的 GPS 干扰信号较强，而近期的 GPS 干扰信号较弱，且持续时间较短，可能只是为了干扰韩国的无人机训练。另一方面，韩国国防情报部称，朝鲜于10月31日试射的火星炮19洲际弹道导弹是新型导弹，而非火星炮18的改良版。韩国国防情报部表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能够显示朝鲜于3月至今有进行过固体燃料发动机实验，而且与火星炮18相比，火星炮19的长度、直径、最大飞行高度均增加。此外，韩国国防情报部还表示，朝鲜能够在未进行发动机实验的情况下发射新型导弹，极大可能是从俄罗斯获得了技术支持。因为朝鲜于去年4月才发射了使用固体燃料的火星炮18洲际弹道导弹，仅时隔1年半的时间就再次发射火星炮19，这种研发速度明显不正常。更关键的是，火星炮19的最大飞行高度达到了7000公里，一度刷新了此前纪录。鉴于存在多种可疑因素，韩国甚至认为俄罗斯可能已向朝鲜提供了整个发动机，这才加快了其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进程。根据中时新闻网报道，法国海军近日针对新一代巡逻机的概念进行了相关讨论，其希望新巡逻机具备多功能、高负载等符合现代化作战需求的能力。其中，空客和达索航空公司参与了此项竞标。按照原本计划，空客公司打算对 A320neo 客机进行改装，而达索航空则将对弗拉康 10X 商务机进行改装。有趣的是，在综合对比之下，法国海军并没有选中两大厂商上述提出的方案，而是选中了空客公司的 A321MPA。原因是其机体空间更大，负载能力和航程兼优，并加装有各式先进战系雷达、声呐和电站系统等装备，可有效执行反潜、搜救等各项任务。按照法国海军设想，预计新型海上巡逻机将于2030年开始服役，旨在取代达索航空公司制造的机龄近30年的大西洋2型反潜巡逻机。与此同时，为了能够让大西洋2型持续服役到2030年，法国已将其升级至标准6型版本。根据媒体报道，挪威康斯伯格公司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签署了一份合同，为其 ACV-30 两栖步兵战车提供175套 RT-20 炮塔。合同还包括项目管理支持、集成和部署培训支持等服务，总价值约3.29亿美元。生产工作全部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顿进行，预计2028年6月4日完工。ACV-30 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ACV 轮式两栖战车家族的第3款变形车，此前还有 ACVP 两栖装甲运兵车和 ACVC 两栖指挥控制车。第4款 ACVR 两栖装甲救援车也正在开发中，预计到2025年正式亮相。按照美国海军陆战队计划，预计到2026财年第3季度将使 ACV-30 两栖步兵战车车队达初始作战能力。为实现该目标，美国海军陆战队已在2024财年预算中拨款了5.575亿美元，用于增购80辆 ACV 两栖战车。预计到2025财年 ，ACV 两栖战车总数将超过100辆。与此同时，为提高作战效率，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使用康斯伯格 RT-20 炮塔对现有的 ACV-30 进行测试。RT-20 炮塔是一种遥控武器系统，可与各种平台进行兼容，例如轮式、履带式和无人车辆。其采用模块化和数字化设计，并集成了新技术，删除了传统炮塔系统中常见的内部吊篮，为车辆内部人员和设备创造了额外的空间，且减轻车辆重量，提高机动性。此外 ，RT-20 炮塔还集成了一门 MK44 机关炮，有效射程超过3000米。通过搭配新型火控系统，炮手可根据射击角度、倾斜度等实时因素进行调整，可在复杂的作战环境中精确瞄准目标。而且 RT-20 炮塔的网络功能还支持远程和无线操作，可促进猎杀者功能和多辆战车之间的目标共享，符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多平台交战需求。
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全国各地的供热网络基本都继承于苏联，目前已有1/3早已耗尽其使用寿命，急需更换。但就俄罗斯当前的财政局势而言，其根本就没有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更新供热管道。那么结果大概率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供热管道的材料越来越薄，直至无法承受高温高压，最终导致发生事故。根据 Rosta 的数据，2023年冬，俄罗斯有 7.44 万个热源，比2022年前减少了400个，比2021年减少了2700个。此外，俄罗斯的热网总长度为 16.77 万公里，但是2023年需要更换的长度就已经达到 5.14 万公里，几乎占所有供热网络的 30%， 其中更是有 23% 的管道磨损严重，近乎达到不得不换的地步。另外，根据历年来的记录，在利佩茨克、沃洛格达、伏尔加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托木斯克等地区，供热管道的磨损率高达 50%， 甚至在萨瓦斯托波尔 92% 的供热网络都急需更换。需要注意的是，受乌俄战争影响，俄罗斯本就不堪重负的供热网络再次雪上加霜，甚至尚未到达冬天就已经出现了一波供暖事故。例如，今年秋天，在新西伯利亚，由于泵站故障，导致640间房屋失去供暖；在摩尔曼斯克，44栋住宅楼的供暖和热水关闭了近约7小时；在特维尔，由于系统压力问题，800多栋住宅楼和一些基础设施没有按时接通供暖系统。对于这些情况，俄罗斯确实很想解决，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奈只能想方设法进行缓解。这不，俄罗斯又把算盘敲到了民众身上，其打算从2025年7月起再次提高电费和燃气费，以此来缓解财政危机，从而使其能够有较多的财力暂时补救一下供暖方面的问题。但就其根本而言，此举治标不治本，甚至由于该问题过于严重，就连能否治标都还是个未知数。根据媒体报道，在近期举办的2024欧洲海军展上，法国海军集团展示了下一代航母的全新概念，其名为 PANG， 旨在取代自2001年以来一直在海上航行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它全长310米，宽85米，吃水10.8米，满载排水量在7.5万吨到8万吨之间，由2台新型 K2 核反应堆提供动力。最大航速每小时55公里，可携带30多架 NGF 舰载战斗机、阵风 M 舰载战斗机、E2D 舰载预警机和 NH90 NFH 舰载直升机。与传统核动力航母相比， PANG 航母最大特点在于其采用了电磁弹射器，而并非传统的蒸汽弹射器。与蒸汽弹射器相比，电磁弹射器具备多种优势。首先，它具备更精细的控制能力，可提供更平稳的加速过程，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舰载机结构的磨损，从而提高相关设备的使用寿命。其次，电磁弹射系统的适应性更强，无论是重型舰载战斗机还是轻型无人机均可进行发射。最后，通过去除传统蒸汽所需的锅炉和蒸汽管道，该航母的设计更加轻便，可大幅降低维护和运营成本。此外，按照法国目前的计划， PANG 航母将于2025年正式启动开发阶段，预计2031年开始建造，2035年完成西装，2036年开始进行第一次海试，2037年交付法国海军进行测试，2038年底正式服役。不过，由于航母的建设工作是一项长期工程，期间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这个时间表只能作为参考，并不具备实际意义。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颗人造卫星 Skynet EA 在太空中的位置发生偏移。Skynet EA 于1969年发射升空，旨在满足海外英军的通信需求。该卫星原位于非洲东海岸上空，如果没有人为干预，只在重力影响下，该卫星会逐渐向东移至印度洋上空。但目前该卫星却在美洲上空。相关专家整理卫星资料发现，该卫星的制造和发射均由美国完成，且在卫星的操作方面，美国也曾多次介入。因此，专家猜测该卫星可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停止使用后，被美国操控人员转移到目前位置。另外，目前已停用的卫星一般会进入目的轨道区域，避免对后续卫星造成干扰。但 Skynet EA 尚未被移至该轨道，可能会与其他卫星发生碰撞。对此，英国国防部表示会持续关注 Skynet EA 情况，如有必要会通知相关部门进行处理。根据美国海军新闻报道，以色列将为北约提供最新一代的海军电站对抗系统，其名为数字鲨鱼。它由拉斐尔公司研发，采用了主动式电子扫描阵列技术，可同时欺骗和压制来自不同方向的多重威胁。
其还搭载有先进的数字接收器，可侦测各种雷达威胁，例如导弹寻标器、目标指示雷达等。而且其一旦侦测到威胁，还能自动且实时发射高功率电磁波，以此来瘫痪敌方雷达系统。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针对特朗普计划，欧洲下一步会如何行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